前2天 YouTube 上开始在传中国的示威事件。我本来还没有什么动力想要进一步了解毕竟在台湾也烂事一堆什么大支烂领2000万的文化部补助啦，八九和霸团的纳粹事件啦，台美关税和接下来的美国持续霸凌台湾的323条款就是一堆烂事在昨天呢，思才认真看了整个江油事件的始末，我大致说一下它的事发经过。在今年的7月22日，四川江油市有一起未成年少女的霸凌案件中国的江油市警方对这整个事件或许是认为不过是一群精神小妹间的小打小闹不是什么大事情，以至于都没有任何进一步的当它是个正事来处理。而这之中，受害者赖小妹的父母也多次到学校讨个公道，进行维权。但一直都没有得到任何的结果，一直过了12天到了8月2日，不知怎么的，在网络上开始疯传整个加害过程的凌虐影片。这你说不来吗？怎么说出来？很香。你拿到，我有点害怕。由于整个施暴过程的这些未成年加害人的手段过于残忍还有无视法律的嚣张言论都被这支影片忠实的记录了下来。但凡还有些人性的人看了都会非常的不舍和愤怒。想当然的，这整个事件呢就这样炸开来了。于是有正义感的江油市的市民们和其他中国省份的人民是自发性的站了出来，来声援受害者的这个女孩子和她的一对可怜的父母。要求江油市的公安局给个交代，一直到8月4日呢，整个行政处置的通报才正式出来了。由于加害者都是13到15岁的未成年人，所以像是吃了无敌星星一般，是处罚太轻再加上江油市的官员的处理的方式和进退应对也太过冷血和官僚因此进一步的扩大了抗议以及示威的活动，而中国官方也进一步的进行了镇压，成为了这个江油事件。毕竟泱泱大国的中国是奉行着极具特色又人群管理极有高效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然在很快的时间将这事件就这样压了下来。而现在的江油市宁静的像是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整起江油事件中，它不是一个政治事件，而是更加纯粹的公民正义的力量展现。这才是这整个事件有公理和极具凝聚力之所在。主要是因为受害者赖小妹妹的爸爸是文盲又是残疾人士，而母亲呢是聋哑人士因为父母的这些身障状况使得赖小妹妹经常受到校园霸凌。而在网络上流传的3分多钟被霸凌过程的，那都只是精华版1、2号3，再看整个霸凌的过程长达4个多小时。这4个多小时之中，又有多少更不堪入目的行径呢？不细思极恐。再来就是拍摄的人并不在处罚名单上，而现场似乎还有其他的加害者在场，又为什么这些加害者是被放纵呢？被纵放呢？加害人的这几个小太妹是有抢走赖小妹的手机再加以变卖的这已经是强盗罪咯。在中国可是有未成年人强盗而被判决的个案，是判了1年9个月还不得缓刑的是个刑事案件。那为什么在江油公安的那纸处置通报中，仅是以小太妹们拿走手机的轻轻带过？这理由又是什么？又为什么以人民管理高效能闻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下的中国能让这个案子拖了快2周才进一步的进行案件受理，进而结案？这过程也太慢得奇怪了吧？
最后就是出面主持公道的官员是江油市政法委书记傅寿君啊，我相信他是要把事情处理好啦。可是为什么赖小妹的父母和这政法委书记下跪磕头的时候，我们进去来了10天了，绝对不接受。这也没办法了，逼他来在那种形式，哪有出去？傅寿君，你不好好的把这对爱女心急如焚的父母搀扶起来哦，是要有多冷血、多无感、多没有同理心的，才能有这副高高在上、土皇帝一般的模样呢？况且，怎么是受害者这一方在下跪磕头的呢？错不在他们耶，这也太逆天了吧！在2年前的台湾呢，也发生了一起比江油事件更加骇人听闻的新北国三生杀人案。不过，经过2天急救，最后不治，断送年轻性命。新北教育局表示，已指派心理师等人驻校追踪加害者的一审判决之中，杀人元凶郭炳生是处有期徒刑9年，而涉嫌教唆的林子云呢，处有期徒刑8年。但说实在话，真的判得太轻了。这种罪大恶极又毫无悔意的罪犯不处个死刑或是终身监禁，都是太轻放。再想想，我们不也从这些小孩长大到现在这个模样？在你我成为大人的过程中，应该也都见识过不少以恶为主的霸凌，对吧？那也就会清楚知道，这些人性中的本恶是不分年龄的存在着。所以看到这的您，莫不会心想，未成年人的这些霸凌相关的法律，是否要再更加严厉些？一来还给受害者一个该有的公道，二来也要给这些知法玩法的未成年人一个该有的加以重刑，才能更加吓阻以及处罚这些知法玩法像是吃了无敌的星星一般的罪犯让他们知道也不敢再这么可恶下去。目前整起的江油事件呢，先和您谈到这我想应该也不会有后续发展，毕竟中国。我来看直播吗？好，不看。哦，您懂的。如果您也有看法，也都欢迎您理性留言和我们通讨论。最后老话一句，诸恶莫作，也愿世上的恶都会恶有恶报，而且还是一个现世报我们下期见，拜拜。黄金酵素洁颜露，深层清洁毛孔，呵护你的柔嫩肌肤。片花组制作。